下面学习五官，分为眼睛、鬓角、龙角、鼻子、龙须、牙齿和头发。先学习眼睛，分为主体和睫毛。主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完成后重新曲线钩织睫毛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FV 长针加针，请看演示。大家先按照图解将主体钩完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睫毛一个是从主体的第10针接线，另一个是从第17针接线。先取出一个主体，先从主体第10针挑前半针接线。FLO 表示前半针，睫毛都是挑前半针钩织，也就是靠近自己的一根线。两个锁针起立，左侧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长针加针完成，继续钩2个锁针，左侧钩引拔针，接着遇到括号表示钩在同一位置，左侧钩一个引拔针，3个锁针，一个长长针，也就是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长长针完成，左侧也是在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长针，三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左侧钩一个引拔针，两个锁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两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直接预留线头断线，并藏好线头。多余的线头可以放在里面作为填充物。这样一个睫毛就讲完了。取出另一个主体，在上面重新接线，钩织睫毛，从第17针接线。钩织方法与前面相同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
我已经钩好了，大家将线头藏好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下面学习并角，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完成后在上面接线钩织第二部分。最后用金线做装饰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F 长针、T 中长针、K 空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锁针起9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1根线，依次钩一个短针，6个中长针，最后一个锁针上也钩6个中长针，钩在同一位置。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余2根线，依次钩6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这样第一行完成。下面来钩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依次钩3个短针，4个中长针，左侧针目同一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一个长长针，左侧针目空掉不钩，这样第2行完成。接着来钩第3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这3个锁针对应的是下方长长针针目，左侧要钩一个并针，先在左侧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和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。钩针先绕线1圈，穿入左侧针目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这样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完成了。左侧针目再钩一个，接着相邻针目钩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1圈，穿入针目，将线钩出，这样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。最后绕线一次钩出，这样一个并针就讲完了。左侧继续依次钩4个中长针，3个短针，
这样第3行完成。最后2行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最后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这样第1部分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2部分。取出线材，先将第1部分的正面对着自己，从第1行从下往上数，大概对应第4针位置。遇到像这样的位置，就挑左右两侧一根线进行接线。钩4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个枣形针，先钩5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然后绕线一次钩出，接着挑上方这6个中长针的最后一针的一根线，钩引拔针，枣形针完成，继续钩4个锁针，接线位置引拔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左侧遇到像中间有一根线，就挑中间一根线钩织，稍微比右侧这个高1针的位置。钩引拔针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一个枣形针，枣形针最后的引拔针就挑上方一根线钩织，稍微比右侧高一点，然后钩4个锁针，枣形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一个锁针，左侧挑一根线引拔，注意第3个和第1个高度大约一致。
完成后断线藏线。这样第二部分就完成了，然后剪一根60厘米的金线。穿入缝针，对折，末尾打结，在第二部分上面，每个枣形针中心位置绣线段，绣2次。形成4根线即可。这样一个鬓角就讲完了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。注意，第2个鬓角的第一部分的第1行朝下，所以翻面，从左往右钩织即可。完成后放一旁备用。下面学习龙角，分为1区、2区和3区。1区完成后断线，2区完成后不断线，连接1区向上钩织3区，请看演示。大家先按照图解将1区和2区完成，2区完成后不断线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取出不断线的织物，先在上面钩2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在第3针上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接着取出1区，在第1针上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钩出，短针减针完成，然后在1区上依次钩6个短针，
又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挑一区一针，再挑2区一针，钩减针，最后在2区上钩2个短针，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3区第1圈完成。将1区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将连接位置的洞眼缝合几针，最后打结藏线。多余的线头放在里面作为填充物。龙角后面剩余圈数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最后塞入适量废线头。这样一个龙角就钩好了，大家再钩一个，放一旁备用。下面学习剩余5关，先学习龙须，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式，结尾要预留15厘米线头。下面我提供一个方法，大家先学习方法，再进行钩织，大约钩4厘米长。下面也是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。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留出的线头在下方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。第1针完成，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继续钩织，钩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重复挂线钩织。到达需要的长度后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线头留长一点。龙须钩好后，下面进行组装。
先将前面钩织好的五官对照成品图位置，放在嘴巴上方，看一下效果。眼睛放在居中位置，上方与倒数第3圈的入针位置对齐，下方距离嘴巴2圈位置。睫毛是一左一右放置，可以用线临时固定。满意后开始缝合。边缝合边看一下是否缝歪，如果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，就重新缝合，并且快要结束时在里面塞入少量废线头。这样一只眼睛就缝好了，大家将另一只眼睛也缝好。遇到这种边缘，可以调眼睛，这样缝合，2只眼睛就缝在一起了。
大家将这一圈缝完，并塞入适量废线头。眼睛缝好后，下面在眼睛主体上一个绣线段，一个粘成平半圆珠，直接取出，在反面涂上胶水，粘好即可。垫轻款需要剪一根线，然后在上面绣制。这样就绣好了。另一个对称绣制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下面将鬓角放在眼睛两侧，包包后方，包包边缘与鬓角第二部分对齐。下方距离嘴巴4圈左右，上方与包包倒数第5圈对齐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，注意线迹不要露在包包正面。大家自行将它缝好。下面安装鼻子和龙须。先取出2个第二大的绒球，将龙须从中间穿过，接着取出最大的绒球，放在这2个第二大的绒球的中间位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垫轻款这个大的绒球需要用剪刀稍微修剪一下大小，使它小一点，但是不能比左右的绒球小，少量多次修剪，以免剪坏。边修剪边放在眼睛和嘴巴之间，看一下效果，合适后粘好。
并将龙须线头藏好。接着将龙须按照自己喜欢的造型随意弄好。并粘一下。取出最小的2个绒球，粘在眼睛两侧偏下方位置。下面来勾牙齿，是调嘴巴上端部分，大致居中位置。挑一根线钩织，我是这样找居中位置的。鼻子下方对应1针，并向左、向右各7针。从里面数横线。第5个横线上接线钩织。因为牙齿占据2针，所以再向左2针。将头部这边对着自己，我先演示右边这个牙齿。先接线，直接将线勾出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左侧挑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也就是先钩一个锁针，接着调短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短针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直接断线，并藏好线头。这样一侧的牙齿就钩好了。
两个牙齿之间间隔15针。然后勾左侧这边的牙齿。方法与右侧相同。这样牙齿就讲完了。接着安装头发，占据最后2圈，横向6针左右，长度大约为2厘米。先剪一根60厘米的线，像这样穿过，并留线。可以预留长一点，最后修剪。最后2圈和横向6针穿完后，在倒数第3圈上偏右一点位置也穿2针。然后轻轻地用针将线挑散。
接着剪一根线，抽取一股，将头发系一下。轻轻扯蓬松一点。最后用彩带做一个蝴蝶结粘好。等胶水干透后，大家自行将多余头发修剪掉，少量多次修剪，这样头发就讲完了。最后缝合龙角，将龙角缝在头发和鬓角之间，包包捏扁后的边缘位置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，这样龙角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尾巴，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大家先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二部分。取出第一部分和对应线材，将第一部分沿着引拔痕迹捏扁，引拔痕迹向左，钩针从第二圈和第三圈之间穿过，进行接线。钩两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在第二圈和第一圈之间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中长针，接着来到第一圈位置，分别挑左右一根线钩织，先挑右侧任意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
和2个长针。左侧挑1根线，钩1个长针，1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和1个中长针，继续1个锁针和1个短针，然后挑第2圈和第3圈之间，钩1个短针和1个长针。左侧第3圈和第4圈之间钩1个引拔针，最后直接断线，并藏好线头。将第1部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将尾巴缝在包包后面，身体第2圈和第3圈之间，并在里面塞入1点废线头。这样尾巴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包带，采用钩虾辫的方式钩织，是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，开始和结尾都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下面我提供一个钩织方法，大家先看演示，再进行钩织。下面演示虾辫的钩织方法。锁针起针，
钩2针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第1针锁针的上方半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，从2个线圈中勾出，钩针保持不动，顺时针转动下方的织片，然后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勾出，再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继续顺时针转动织片，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短针，继续往下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挑刚才相同的2根线钩短针，后面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然后挑左上方竖着的2根线钩短针，钩织到需要的长度后，钩1针锁针固定，留线断线，如果需要缝合，则留长线头。这就是虾辫的钩织方法。包带完成后，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缝在开口这一圈，包包两侧位置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，这样包包就讲完了。最后剪一根40厘米白色的线，抽取2股，穿入缝针，在角上对照成品图位置绣制线段，大概在第4圈上绣制。均匀分布即可。大概绣2次，形成4根线即可。完成后另取线，按照同样方法，在身体上和手上绣斑点，可以多绣几次，效果使自己满意即可。
到这里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